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么多裸着上半身的人，没错，这个就是帝国的鞭笞者。我们今天依旧使用是帝国这个派系。好的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我方的阵容啊。前面一字排开，全部都是鞭笞者。那有一队呢是精英版本，为什么会使用他们呢？主要是看上这一个永不溃散这个能力。鞭笞者他们永不溃散，所以他们会非常尽责的战斗到最后一刻，为了帝皇。所以呢，选择这一群当肉盾。但坦白讲，不要小看他们了。他们的武器伤害也是不错的啊，那货甲伤害就算了吧，这个占比真的不是很高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领主呢是帝国将军，然后基本上是什么能力都没有带，就只是基本上算是一个白板了，非常便宜，大概900块有找，就是这样子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省钱呢？首先，这边出了3队的半施救骑士长级版本，就是反大的怪物骑兵，我们非常需要这些单位。然后这边还有2队的半施救骑士，普通的反步兵版本。就是这一场基本上算是玩骑兵流啦，当然还是有东西啊，就是躲在最后面，非常害怕瑟瑟发抖的自由民兵团精英版本。那这边比较特别是精英版本是带着破甲伤害破甲伤害还不差哦，这是比较跟普通版本差异最大的地方，我个人觉得是这个啦，就是带有破甲伤害。那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东西呢？没错，我们今天使用的是纳垢，这边是纳垢。那这边一堆的混沌骑士，重甲非常可怕，主要是还有带毒伤。纳垢绝大多数的单位都带着这个中毒伤害。中毒伤害呢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武器威力是减少 15%， 速度减少 15%， 主要是减那 15%， 你打它就打不太动，然后外加像这一队，他的护甲高达120，打起来会很痛苦，会很辛苦，所以才出了那么多反大型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出反步兵的东西，主要就是想说靠骑兵流去抓对方的屁股，去用力撞他，这是我想法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出了非常多的纳垢灵，也是出了5队，然后这个掠夺者重型武器出了3队，主要就是用来破甲。那这边呢，还有这边放慢速度比较特别，我很少会使用到这个单体巨兽纳垢兽，它带着中毒，然后还有魔法攻击，而且它本身也是有着不差的破甲伤害。这个看面板数值来讲，算蛮恐怖的。然后主要就是它很便宜。虽然说它单体巨兽，但是一只900块有找，所以带了2只，非常的划算。那单体巨兽最麻烦、最可怕的能力就是前面步兵在互殴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从后面直接跳过去，然后对方就被你拖倒一排，然后你又可以高高兴兴又跑掉，然后再去变成说从正面穿过去，然后再从后面撞他屁股，这样撞来撞去，对方就快哭出来了。这种单体巨兽可以这样使用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战争神龛战争神龛主要就是范围性帮队友补血，这个非常讨厌，就是拉长他们的寿命啊。然后这边使用的是这个瘟疫战将纳垢系的法术，带的是补血，然后还有这个强化型的法术，然后还有一个水滴型的攻击型法术，主要是带这3个，然后剩下基本上都有带。然后最后就是领主，这个驱虫领主，非常的可怕。它骑乘的这个是单体巨兽，这一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这个坐骑，不过它的能力非常可怕。它本身是反步兵的，而且它的伤害输出现在是
非常高，350以上。那这边同样的带着中毒伤害，纳垢非常多的部队都带着中毒，这个会让人打起来会非常痛苦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进入决斗。那刚开始呢，我这边的骑兵发现对方的这个混沌骑士是在这边，所以我们这边骑兵在开始拉动位置。因为对方整个队伍来讲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就是威胁性最大是混沌骑士，毕竟它是速度算，在整体来讲的话，这一队算是速度非常快，所以想办法先把它包夹，先夹掉它。那至于领主这一只单体巨兽，就只能想办法慢慢耗了。这2只也没办法，就只能跟它消耗。剩下的其实还好，剩下的用鞭笞者下去跟它消磨。然后拉半施救骑士去撞他屁股，其实都还算蛮好解决的。主要就是刚刚讲这些，拿神龛的话就是有余力在打了。因为如果你要特别抓神龛，然后搞不好会被对方撞屁股的话，你就很难过。他这边首先拉了一队鞭笞者，先诱导对方的这个混沌骑士，但是对方看起来是不吃这一套哦。他知道我这边要抓他，对，我就想办法先跑。然后跑着，突然来一个回马枪，完了！这边放慢速度，他这个样子下去，是我方鞭笞者是直接被包夹哦。虽然说他是侧袭没有错，可是他的队伍变成是这样子上下分开来的，这个样子我整个是被他完整包起来。然后这边立刻回身过来，把所有的半施救骑士包住他，尽可能的把对方的混沌骑士先包住，这样的话对方就是变成也是变包夹状态。我看一下，我们的鞭笞者是被他包夹过后是直接蒸发的哦，前后没多久直接被混沌骑士蒸发掉。你就可以知道混沌骑士其实很可怕，非常可怕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呢，正面也开始接战了。那我们的领主跟对方打，基本上只是尽可能拖住对方而已。那后面这边就是自由民兵团在开始射击，好，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射击角度，开始在射击对方领主。不过对方领主目前状况非常好，而且没有人可以拦住他。啊，非常不妙，自由民兵团会被扑下去，会死伤会很惨重哦。我们看一下，哇！一次冲锋攻击直接扣了20%的血，非常的痛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看这边，我们领主过来加入这边大混战，然后半施救骑士是做一个夹击，尽可能的把对方的纳垢灵跟掠夺者给夹杀掉。用骑兵就是要尽可能的去撞对方屁股，或者是你要来回的去做冲锋。骑兵主要就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一只纳垢兽抓了半施救骑士，其实这样抓我这边半施救骑士是要想办法赶快拉走，但是我是想先尽可能先看能不能先夹杀他们。正常来讲，如果你被单体巨兽盯上的话，你的骑士要想办法先跑。你如果没有反大的话，那我们看一下另外这边战场，这边也是都尽可能的去拖住对方，鞭笞者在不断的去拖。那自由民兵团刚刚稍微交战一下，直接被打退了。那我们这边就使用长体版本的半施救骑士去抓对方的领主，其实不见得打得赢啊，毕竟这边我方的血量这么的快没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这边要利用这个空档，尽可能把对方其他单位先清除掉。哇，这个打下去又非常的好。那这自由民兵团现在是重新回来了，那现在是重新回来，然后一字排开这样子直接射击。好，他这边吐了一个东西，哦，非常痛。对方的比较基础的单位差不多快解决完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利用这边是使用长体版本的去抓对方的纳垢兽，这样对方纳垢兽会非常难过。不过对方还有一只，所以好，这边领主又冲过去了。好，撞了一下，这次伤害比较少，因为我是一字排开的，他们撞单体巨兽撞，它是从正面撞的话只会撞一个缺口，它如果你是叠了好几排，
你这样被撞上去就会像刚刚一样会很痛。所以如果可以拉一字排开的话，就是像刚刚那样子，其实损伤不会到很多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利用的精英版本的半施救骑士去抓对方的领主。哦，这个抓其实就会比较痛哦。好，这边自由鸣人赶快开火，抓准时间，对了。哇，对方这个直接撞了几下，我方的半施救骑士就快废了，很痛，非常痛。那我们这边刚刚取白旗的又重新回来了，那现在是2队在夹住他，这样对方的领主会应该会受不了，好死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可以转头回来这边的战场喽。那对方的法师还活着，好，这边也是士气没了，然后就蒸发了。其实基本上后面就是步兵群的话，主要都是靠普通版本半施救骑士去做背袭，去撞对方士。然后他这边士气没蒸发，那等一下就会消失了。好的，那这一队再过来补一下，好，啊，对方的单位就全部死亡了。好的，我们整体来看一下，主要就是刚开始的话是把对方的混沌骑士先抓掉。我非常的怕他，是因为第一个他算在这整个对方整个兵员里面他是唯一的骑兵。骑兵其实在中后期会发生，如果会使用它，中后期其实会非常恐怖，尤其如果常常去绕，然后去撞对方屁股，有那种习惯的话，那个骑兵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，所以我会想要优先把对方的骑兵先抓掉。那至于领主那只单体巨兽，我知道也是很难处理，但是碍于我方的兵力问题，我没办法同时去解决2种东西，一定要先尽可能的先处理掉其中一个，我觉得威胁度比较大，但是我可以尽快解决的东西。如果刚开始3队直接包夹他，我觉得也不太有机会。哪怕是加上自由民兵团在后面射，我觉得要把这只单体巨兽收掉，我觉得难度真的太高了。所以退而求其次，我是先抓混沌骑士。那至于这2只纳钩兽，其实我刚开始我是没有那么的觉得他们威胁那么大，因为我印象中这2只是蛮便宜的东西，其实应该会很好处理，我是这么觉得。但其实整场看下来，我觉得这2只至少在生存能力来讲，我觉得算不错啦。它混在步兵群里面，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消耗，慢慢的磨，也是可以磨出一片片的。啊，纳钩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跟对方这样子不断的去消耗。坦白讲，打起来我是觉得蛮累的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内容了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